曾几何时，楼市就是支撑中国经济的压舱石。然而现在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寒冬期似乎还远未结束，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包括一线城市在内，中国百城的房价持续暴跌，令人心惊胆战。3月百城二手房价暴跌的吓人。来自诸葛找房的数据可谓令人揪心。3月份100个重点城市的二手住宅市场均价为14756元每平方米，环比狂跌 0.88%， 同比更是暴跌 5.5%， 环比和同比跌幅分别较上月扩大 0.43 和 0.75个百分点，跌势持续加剧。看来当前二手房市场仍在艰难筑底阶段，开发商不得不拼命以价换量了。无论是一线重镇还是3、4线小城，房价暴跌了。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狂掉 1.09%， 同比也泥足深陷，下降 2.74%。二线城市表现更糟，环比下跌 1.11%， 同比狂泻 6.84%， 几乎崩盘。3、4线城市虽然环比仅下跌 0.44%， 但同比也重挫 4.77%。二线城市曾被寄予厚望，限购限售政策去年就已解除，户口政策全面放开。可贵州楼市利好政策释放殆尽，反而成为跌幅最大的城市群落，令人绝望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即便在房价遭重创的一线城市深圳，3月也录得5196套二手房网签量，环比暴增 116.6%。可是原因令人心酸，房主狂降价以价换成交所致。数据显示，当月高达 81.4% 的二手房成交价低于参考价，这一比例在过去1年来持续攀升，反映出挣扎的行业现状。深圳二手房挂牌价也小幅滑落 1.1% 至 7.06 万元平，近12个月累计跌幅 8%。同时，4月1日，全市有效挂牌二手房源较3月初增加 8.1% 至58122套，显示供大于求。3、4线城市被宣判没有房地产市场了。从数据上看，3、4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现绝境，形成了市场共识。3、4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陷入了困境。环比下跌持续了24个月，同比也已经连续下跌近5年，显示这个3、4线及以下城市群体的楼市早已不复存在。长期的低迷终于让人绝望。某知名财经博主表示，3、4线及以下城市连出价的人都没有了。更悲观的是，2线城市正逐步赶超，垂头痛苦地走在3、4线城市的老路上。即便新房价格出现上涨，环比 0.27%， 同比 0.82%， 业内人士也并不看好。原因在于新房价格的上涨只是短期市场供给结构的调整，而非回暖信号。由于近2年土地市场受冷遇，开发商转向拿主城核心地块，推盘价格自然上涨。一些著名城市如上海、深圳、南京等都有这种现象，新推的高价盘源源不断，进而拉升了整个城市新房均价。然而，随着二手房的持续大跌，新房的性价比将再次受到冲击。一旦热盘卖光，价格就将重新跳水，陷入怪圈。事实上，当前新房销量同比狂泻近半，疲软，可谓到了谷底。克而瑞数据显示，3月份百强房企销售仅 3583.2 亿元，环比虽然逆势飙升 92.8%， 但同比腰斩式狂跌 45.8%。今年前3个月，百强房企累计销售同比也重挫 47.5%。行业大哉吕毅认为，2024年房地产销量很难突破10万亿大关，离2021年的1万亿依旧相差甚远。他悲观地表示，今年小阳春的楼市确实比较冷，开局不利。接下来会有更大的政策释放出来，但最终结果可能是保住一定销量。至于房价，大部分人能接触到的房产还是很难抬头。
而衰落的根源其实在于这个残酷的数字-20%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1至2月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降幅都超过20%。去年全年房地产销量同比仅降8.5%，可见2024年楼市开局之冷淡。穷人越来越穷，富人越来越富，越来越多的人在被边缘化，中产阶级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。过去几年，高收入行业如房地产、互联网、金融、教培等遭遇大规模裁员降薪，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严重不足。要知道，现在的问题并非单纯房价高需要降温，而是整个地产交易链条阻塞，购房压力和购房成本太高。因此，即便出台利好政策暂时刺激需求，很快就会复苏。一线城市取消认贷不认房就是典型案例，释放的需求量很快就被透支殆尽。归根结底，最终还需依赖刚需购房者支撑，但现在的刚需群体已经扛不住购房成本了。纵观各地新出台的重磅政策，也在强行往这个方向走。青岛、南昌、赣州等地取消商贷利率下限，日照对新市民购房返现20%总房款。郑州计划支持1万套就换新改善房需求。种种围城保卫战，无非是在变相降低购房成本，鼓励居民上车。但如果收入无法支撑房价，居民信心恢复不了，最终只是捂盖子，扔得再远也难遏制恶性循环。更为可怕的是，此轮暴跌恐将引爆银行暴雷。知名财经博主包叔在社交平台发出惊人言论：本轮房地产暴跌过后，恐怕暴雷的就不只是地产商了，而是银行。他认为，当前房地产已陷入瀑布暴跌，一个月一个价，险些将整个行业拖入万丈深渊。而过去房地产对银行的高度依赖性，或将成为祸根。一旦房企交织的债务无法偿还，银行的不良资产就会大量涌现。这正是业内人士最为担忧的系统性风险。而随之而来的，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失业潮席卷全国。我们都知道，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23年房地产业直接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.2%左右，而间接拉动就高达24%。可以说，房地产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。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，将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留下触目惊心的伤疤，就业形势恐怕是最直接、最残酷的。根据测算，每投资1亿元的房地产项目，可以直接创造约280个就业岗位，而相关的上下游行业，如建材、家居、金融等，或将减少更多的就业机会。房地产业在中国现有约3800万从业人员，再加上相关产业数千万人次，整个产业链就业人数高达5800万以上。一旦房地产行业大面积陷入停顿，这5800万人的饭碗都将受到严重冲击。更为严峻的是，除了直接从业人员，大量依赖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和企业也将陷入窘境，他们的员工将成为次生受害者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 A 股就有1523家上市公司受到房地产行业风险的冲击，占总数的30%以上。此外，坚持多年的房住不炒政策导致房地产一直是投资者布局的主战场。一旦房地产系统性风险爆发，无数投资者和自雇人士也将遭殃，收入大幅缩水。可以预见，在房地产寒潮的吞噬下，大批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将陷入破产停产、缩编裁员的境地。除了建筑工人、销售经理、设计师、经纪人等房地产从业者，金融、钢铁、水泥等上下游行业的从业者也将大量失业。这无疑将加重当下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，恶化经济下行的压力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3年前3季度，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.7%，
同比上升0.2个百分点，就业形势相当严峻。与此同时，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兴就业群体也在遭遇失业潮的冲击。大量投资者和自雇者收入骤减，对这些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将产生直接影响，从而无处可去。一旦房地产行业的灾难真的落下，估计全社会至少会有8000万人次岗位受到波及，贫困率和失业率也将持续攀升，社会矛盾加剧，中国经济可能陷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。